淘宝2025要干嘛哦？疯狂进攻美国跟日本市场，顺便要割一下台湾韭菜。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的市场，聊一下我看到的电商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发展。我的那个预测都还蛮准的哦。那上一集我们聊了虾皮的2025残忍布局哦，我的猜测是利用短影音这个大杀器来统治台湾市场。那这集我们来讲淘宝哦，淘宝你应该有听过啊，甚至都常常买嘛哦。那去年双11在中校新生铺天盖地的广告，然后还引来立委质询说他什么中资打广告什么的。好，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淘宝是怎么布局台湾市场的。先讲一下它营业额哦，这个地方没有官方数据，那我们就参考朱迅奇教授的说法。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哦。元智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朱迅奇先生推估，去年滔天集团线上交易总额高达8兆人民币，8兆呢？兆这个数字在我们台湾很难得出现哦，它做8兆人民币哦。假设购买金额与人流量成正比，根据调研机构 SimilarWeb， 这个我们电商人常常用，以前免费，现在收费哦。那 SimilarWeb 揭露，淘宝来自台湾的流量约 4.79%， 就算再打5折，也是有191亿人民币哦，折合台币已经是870.82亿元了哦，很夸张哦，那个。一家公司给人家台湾的营收给他做到800多亿台币，这绝对那个上市以后也是一个巨大的怪兽。那对照组就是 Momo，Momo 我们台湾的电商之王，Momo 富邦美哦。那 Momo 去年的营收为1092亿元哦，还好没有丢脸哦。来，1092亿元占 Momo 营收占比的80%，然后 PC Home 的营收是376亿元哦。你看，Momo 营收已经是 PC Home 的2.3倍哦。当然，这数字是一定不准哦。那我们知道概念就好，它的梯队大概是长怎样，然后它的量体差别有多大哦。OK， 好，那我们先来讲淘宝在台湾做了哪些事情哦。我们从2022开始说哦，2022 12月，它跟 Seven 推出了超商退货服务哦。那2023年5月，它开放了 Apple Pay 哦。2023年11月，增加24小时台湾专属客服及本地退换货服务。本地退哦，这个要说明一下，就是你是买淘宝嘛，你台湾取货、台湾付款，那之前的 Seven 退货就是只能退一些小物件，因为 Seven 有取货的公斤数限制，就是超商采集啦。那这个本地退是可以让物流上你家门去取，这样你买一些大件哦，比方说厨房流理台这些东西都可以退哦。哇，淘宝的那个家具建材真是夸张，真是杀爆台湾的市场。好来，那2024年它发动了服饰全球包邮计划，服饰类购买只要满人民币99块以上即可免运，这很好凑啊，超好凑啊，这个99免运啊哦。那你应该也在用，应该也是买的很爽哦。来，2024年10月开放接口支付，2024年10月跟 OK 超商合作，跨境免运包裹超取限重。从10公斤调涨到20公斤哦。那2024年11月发动了20亿元的运费补贴计划，只要你买到人民币99块以上就免运了。啊，这个已经变成常驻活动哦。从去年双11到现在，你打开你淘宝，这个都还在优惠中，99块就免运了哦。那他们东西又很便宜又很好买，你凑一凑都会超过。那接下来淘宝未来想要干嘛哦？这个其实也不用预测啊，这就是收割啊，就这样哦。淘宝台湾的总经理都讲了哦，这个采访哦，新闻的发布时间是2024 11月9号，所以今年必然会大举收割。那这篇新闻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网络购物年度重头戏双11即将登场，淘宝天猫台湾事业部总经理刘慧娟接受财讯专访，他一再强调，今年将是淘宝天猫台湾的收割期哦，你看就是要来割了，所以台湾电商真的是很险峻啊，这个淘宝这个台币战士哦，我们打网游最讨厌遇到那个台币战士，什么都用钱砸这样啊，就是台币战士哦。我们上一集的虾皮才喊说已经完成基础建设，今年2025虾皮要用短影音这东西来收割台湾市场，那淘宝也是，你看我刚才分享时间轴。
你看这是基础建设啊，优化什么金流物流哦，让你购买的门槛更加的就变低这样。所以去年的11月的淘宝的大打广告双十一，这只是淘宝进攻台湾的号角响起而已。今年他们才要大割特割。那讲到这边，我先暂停一下我真的建议你，如果你去年11月没有在淘宝买东西的话，你真的要试一下哦。现在的体验真的很夸张，真的是很好，还那个 Apple Pay 那你就喜欢东西买一买，那它当然有限一些东西不能寄台湾你喜欢东西买一买，然后就 Apple Pay 就入去了，就这样，还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以前买淘宝很麻烦，还要找人代储啊或什么，你要有支付宝啊那现在的话，那就绑卡信用卡，然后就 Apple Pay， 然后它的物流的那个进度就很夸张。如果它配的是那个他们官方的物流的话，哇，那车子跑到哪里你都知道。你想，我只是买个便宜货，这样跑大半个中国，这到底是这就是中国的基建的实力。那再来，因为淘宝不能直送台湾所以你还要找集运仓。我说以前那帮你收货跟打包。这个也要说明一下因为淘宝的卖家是全中国都有。假设你买了3间淘宝店的商品，那你写的收货地址不是你家是集运仓然后到时候等这3间淘宝店的包裹都已经跑到集运以后，集运会帮你再把这3个包裹再打包一次。你也看过嘛，就是用那个透明的那个膜，那么缠得跟垃圾一样然后这样寄给你，然后可以再做一些比较细致化的动作，像是说帮你拆掉包裹。或者说有的商品里面可能会附电池，过不了海关，然后他就先帮你把电池抠掉之类的那整个都弄完以后，他再帮你报关，然后一个包裹大包裹就这样寄来台湾。那寄到台湾也不是马上因为它凑满一整个货柜，它才会发货嘛，所以通常整套流程下来大概要抓1.5到2个月旷日费时，而且很麻烦，而且那个港口集运仓规则常常变。那个常常变，真的是很常变。那个大概2个礼拜，它的可以出口、可以上货柜的那个项目就会更动一次有时候化妆品、软膏这东西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不行就掰了，就这样。那现在的淘宝的体验已经优化的非常好了，像我们刚刚讲的出货、集运、报关都在 App 内直接完成，你也不用再管什么集运仓了，反正你就是选台湾的收货地点，这样就好。那基本上你的购物体验会跟一般的电商网站下单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到货时间也大幅的缩短。如果不是遇到双11这种大节日，差不多2个礼拜就会到货真的是蛮快的。我自己实测啦，那你大概1个礼拜多一点就会到了。那你也知道台湾很多东西都是淘宝货所以对消费者来说是怎样？就是我就先买嘛，我就多等1个礼拜嘛，然后价格直接对半砍。台湾电商界不是很有名吗？就是买淘宝卖虾皮，或买1688卖虾皮，就这样那现在消费者可以直接跟那个淘宝去做，而且他们的客服你有体验过吗？是怎样？是他没有回你讯息，然后他态度不好，他是会被判刑还是怎样这个客服的体验真的是很夸张。好，那当然就是业绩就冲上来了，大家消费者都是用脚投票的，它又便宜，速度又快，客服又好，那品质老实说也没什么问题，跟你在台湾虾皮买到也差不多嘛。那当然，它消费者的板块就会迁徙到那里去。那我们拉回来所以现在淘宝已经把购物的体验用得好好的，接下来就是怎样收割嘛。你就等着看吧，618年中大促，双11、双12。然后各项节庆，你看它会推出什么活动？之前我们已经见识过，我在录这支影片的时间是3月15号所以那个情人节2月的情人节，3月白色情人这个都已经过了。然后淘宝也是一直推一大堆活动。然后你要知道淘宝的国际市场布局接下来我们来讲淘宝的国际市场布局好，来先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阿里整合国内与海外电商，成立电商事业群新的电商事业群将全面整合淘宝、天猫集团、国际数位商业集团以及1688、闲鱼等电商业务，形成涵盖国内外全产业链的业务群聚。那它就是阿里集团会整合电商的资源，集团等级的资源那这篇新闻发布的时间是2024年的11月20号，所以很明显这就是2025的战略目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在其他国家有哪些布局2022年12月，它在西班牙推出 Mibrava 那这个还好就是没有建出什么水花厉害的，实际上是架站工具那2024年9月，英文版淘宝进入新加坡，马上成为 App Store 的榜首。然后他有提到是透过 AI 翻译来满足新加坡市场对英文界面的需求，那这个也很明显的，这个就是
要准备要跳到欧美去了那只是在新加坡先练练手，然后做一下界面的优化，这不用猜就知道。Shein 跟 Temu 在美国大杀四方，然后 Temu 还把全球速卖通给干掉。这个干掉是指说 Temu 的美国访客流量已经超过全球速卖通，这淘宝怎么可能不反击所以2024年的11月，在日本上架了日版淘宝淘可以使用 PayPay 付款。日本电子支付他们好像都用 PayPay 你去日本玩应该也会看到。那 PayPay 的这个支付系统是日本的支付龙头，市占率将近50%。那因为刚成立现在也看不出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我未看先猜，它也会投入相当大的资源。为什么？抗日情节。对，你有看抖音啊，或者什么快手啊、B 站，你就知道就他们现在年轻一代仇视日本人晚上也是在跟日本的老师学习，然后白天他们一直宣扬爱国，然后一直仇视日本人，就这样。好，那所以如果可以吃掉日本市场那这个就不只是商业上的意义还有一个抗日的精神跑在里面，吹嘘很久这样。那我们也讲一下在台湾，台湾也是被重点照顾的。你知道这个重点照顾是怎样的一个程度吗？除了我们之前讲他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去布局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事情看出来，就是你看这个标题就好滔天集团启动2024双11狂欢季，投入300亿元消费者福利。淘宝双11补贴要撒300亿人民币，其中的100亿人民币拿来引流量，30亿人民币作为红包补贴商家的营运成本。好，那台湾双11补贴补多少？20亿4.4亿人民币那我们用比例来看，中国13亿人口，台湾2300万人口，这相处只有 1.7% 而已呢。但它提供在补贴是100亿中的4.4亿，是4.4%完全不符合比例可能它这里面也有一点点不知道统战的意味在里头吧完全不符合比例。那原因是什么应该大家都算蛮清楚的。然后你再回想一下我们最前面讲的朱迅奇教授的预测，淘宝在台湾的营收2024年年度将近默默的80%，人家只是拿出4%的预算来补贴而已呢，就长这样，就默默的80%了那总经理喊出收割台湾市场的时间是2024年年末，所以真正收割是2025年才会开始。所以我们电商人要小心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淘宝的布局那我们首先聊了他在2024的成绩，这个成绩是朱迅奇教授的预测是新台币870.82亿元，将近默默的80%。然后我们回顾了淘宝在2022到2024的布局，就是搞定各种轻物流然后让购物体验变得超级好。未来买淘宝需要2个月时间，已经被缩短到2个礼拜之内这样那最后我们讲了淘宝的国际布局2022年12月，西班牙推出了架站的神器 Mirava 这个没什么成绩，知道的人很少，它是要跟那个 Shopify 对干这样架站独立站的。那2024年的9月，英文版淘宝进新加坡马上变成 App Store 榜首。那我的猜测是这个是一样是为了进军欧美国家做准备。2024年11月，在日本上架的日版淘宝淘那最后是2024年11月月底整合海内外电商，成立电商事业群那这个都证明了淘宝疯狂进攻国际市场的决心。那他对台湾市场的态度是预算下多一点就可以让台湾市场直接跳出成绩这样。讲八卦讲八卦。我是这样看淘宝这件事情淘宝跟那个虾皮我个人认为淘宝的赢面是大的不是说什么它钱很多怎样怎样，用整个中国来拿台湾一个弹丸之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淘宝它最后直接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全中国的工业供应链工业供应链就是生产制造全球最强，而且中国现在在通缩当中，通缩就是说大家都不敢买东西，大家都怕没钱，钱都存起来不消费，恶性循环正在通缩。所以我在思考说，中国的商品可能也就是近期，这个近期我也不知道多久了，近期是最便宜的时候未来等到他们真的走出海外了，它价格开始调涨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在这么便宜的商品可以买因为它现在通缩当中，而且全世界都会需要中国的供应链。那些供应链开工厂在那边生产上都是赔钱的就是续命续命续到什么时候？续到中国的经济变好。那显然中国的内需市场正在经历通缩，那海外市场正在怎样？正在经历通膨像我们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看那个淘宝的商品，我们觉得好厉害？美国也一样，美国通膨更夸张啊，日本也一样啊，涨消费税哦，他们来看那个淘宝的商品哦，就变得又甜又香，就是这样。那他卖日本为什么不能涨价？他们现在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因为他们在国内自己卖大乱斗，你知道，好像养蛊一样，国内斗到大家都超级强哦，价格超级低哦，那大家都死不了啊，但是也活不好这样。但他只要跨向海外市场，那个美金多香啊，日币多香啊，哦，那台湾人的钱对他们来讲算是很好赚，我们要求不会那么多嘛，哦。然后就我们的电商市场没有那么卷哦，他们已经卷到极致变卷王，现在要出海去卷了。OK，所以我的判断是，淘宝它的商品不会一直这么便宜哦，可能近期就是等它通说一结束以后，那东西就会都贵起来了哦。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商品，你可以研究研究啦哦。好，那再来是虾皮没有供应链啊，虾皮大概也都是要跟中国批货干嘛，对不对？哦，那淘宝不一样，淘宝就直接对全国的大中小的工厂，然后直接那边工厂厂端发货哦，所以这是我认为说淘宝这个对手会比虾皮还要恐怖的原因，毕竟它才有生产货的能力，虾皮哦大概就是批货来卖，那当然它可以在行销上做很多的花样花招，但论其根本，它还是叠了一层成本，叫做生产制造方哦，你要跟它批货拿来卖，淘宝不用啊哦。拭目以待吧，反正就是淘宝这样子玩哦，真的会重创我们台湾电商市场哦。那我当然也希望台湾电商市场某某不要倒下，可是淘宝的商品的价钱哦，种类又多又新。我一直强调中国这种等级的市场哦，小众不小哦，小众不小，就是那个台湾你又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哦，在那个中国都是一个品类的商品哦，然后东西又好又便宜，比方说。我常常在买那个家具建材哦，建材类的东西，那个对比之下真的是毫无竞争，台湾真的是毫无竞争力。那我们台湾可以做什么哦？我个人想的啦哦，就是反正现在 ONO 不是讲那么久了嘛，线上线下哦，那你干脆来做那个淘宝的服务站哦，就是你直接去代理，然后你去上门安装，好走这些。你要纯电商，我看你怎么竞争哦，真的非常痛苦。那如果你是有加服务了，比方说就家具建材这些材料买回来，你有包施工吗？你有包安装吗？是不是好很多？比方说你去买那个什么瓦斯炉、滤水器、净水器，哦，那我相信这个会带来一丝喘息哦，就不要之后又怎样，两岸又怎样又怎样，他们可以直接来压办公室，然后聘用员工哦，那这样我们的优势就不见了。我现在认为的解法，你要直接在正面跟淘宝对干，活得下来，还是要导入台湾的线下。就不是电商的物流的这种现象，而是说你看怎么把服务包进去，特定品类可以做啊。你那个水电师傅，你就用个很屌的莲蓬头啊，哦，很屌的那个浴室的五金啊，哦，然后很帅的什么什么智能家居开关这些东西，你包安装，你去赚那个安装服务费，整套包在里面，你应该也可以活得不错。因为那些东西的钱哦，那些东西的效果真的是比台湾好几万的东西都差不多。好，这是我能思考的第一个方式。那你纯电商要怎么竞争哦？纯电商要怎么竞争？我个人认为还是回到会员哦，会员的照顾，会员的服务。淘宝是这样哦，淘宝自己也知道，淘宝的消费者非常的没有什么忠诚度，也就是说他在 A 店买了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像我这个，要是被我看到差不多比较便宜的，那我管他是哪一家店铺在卖，那我就换了嘛，不就这样嘛？哦，就没有忠诚度。那我们不能再走这样子没有忠诚度的概念去，为什么？因为你会被那个纯电商价格战玩死。那要走有忠诚度的，就是你要上会员的价值、会员的服务哦，会员的价值、会员服务，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业界那么久的品牌为什么要官网？你要拿来装会员，你不是说一个网络上可以买东西而已，拿来装会员，然后去照顾他，跟他讲故事、讲案例，讲说某个妈妈买了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有讲真稿，然后再来它包装，然后发给大家，然后看久了就觉得就目前短时间之内大概就是这种解法，不然呢？不然你要去跟淘宝正面对干斗价钱嘛？你怎么赢啊？怎么赢啊？那他也可以不跟你斗价钱，为什么？因为他有的品类你真的没有。回到那个市场小众不小，你在台湾，你哪一个公司会投入这么大的力气去开发开模做一个产品？但是他们那边开模好像不要钱呢，莫名其妙。我问我客户分享说，这个开模下去台湾 minimum order 是10000块，很贵。然后他说10万份的话，那就差不多就是一个可接受价格。可是换他会怕，为什么？10万个他卖不掉，他在台湾他不知道卖多久就不做。可是
在中国大陆你要开模先10万，这就他们minimum order，然后都超便宜，他们开模像不用钱一样，这是工业生产的力量。讲完了，那2025，身为消费者是幸福的。你看那个虾皮要用短影音好看的业配，那淘宝的话又大力的补贴，快速的物流，然后便宜的运费还给你补贴。对啊，那身为消费者是幸福的。那身为电商从业人员线下包服务，然后会员做体验。我目前短时间之内也只想得到这2种解法，参考看看。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